大家好，這是85後之後誰是頂流系列的第12期。今天這一期我想聊一個很有意思的名字，周也。很多人認識他是從《少年的你》裡那個讓人恨得牙癢癢的未來開始的。那個角色太成功了，成功到很多人看完之後第一反應是這個演壞人的演員是誰。但知道他叫周也之後呢，他接下來主演了《山河令》、護心、未有暗香來、別對我動心、雲邊有個小賣部，一部接一部，產量不低，但每一部都沒能複製未來的討論度。直到2026年3月，你好1983播出，口碑很不錯，節奏緊湊，讓觀眾一追就上癮。3月網評最火劇榜單排名第3。7年，他一直在等一個能接住未來的角色。今天我們來聊聊周也到底有沒有等到。老規矩，先對其標準，我們討論頂流候選人的3個維度。第一，跨圈層的大眾認知度，不是只有追劇的人知道，是路人也知道這個名字。第二，持續穩定的商業價值，品牌願意長期壓住，而不只是在熱度期蜂擁而上。第三，作品說話的硬實力，每隔一段時間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。用這3個維度來看周也，你會發現他的處境非常特殊，他有一個極其強悍的起點，但這個起點是以配角身份建立的。從配角到一番女主，這條路他走了7年，走得不算順，但也沒有走偏。大眾認知，未來之後他去哪了？周也的大众認知有一個非常清晰的高光時刻，《少年的你》裡的未來。憑借未來一角，他入圍了第14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女配角，第33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女配角等獎項。未来這個角色的特殊性在於，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感度人物，他是校園霸凌者，冷漠、殘忍，笑着傷害人。但周也把這個角色演得極其立體，讓觀眾感到憤怒的同時，也感受到了這個人物背後的脆弱和扭曲。這種表演難度遠高於演一個討人喜歡的女主角。但問題來了，少年的你之後，路人對她的印象停留在未來，但她接下來的作品都是一番女主。從配角到主角，觀眾的期待值是不一樣的。看配角，觀眾的關注點是這個演員演技好不好；看主角，觀眾的關注點是我喜不喜歡這個角色。周也在一番女主賽道上遇到的困境是角色本身的辨識度不夠強。護心，未有暗香來，別對我動心，每一部都有熱度，但沒有一個角色能像未來一樣被反覆討論。直到你好1983裡的夏小蘭，現代房產高管穿越回1983年，重生成為18歲農村少女，從賣鴨蛋油餅做起，憑敏銳的商業嗅覺一步步改變命運。這個角色的弧度從現代精英到時代奮鬥者，給了周也一個真正意義上展示層次感的空間。觀眾評價節奏緊湊，讓人一追就上癮。這是她作為一番女主第一次讓路人記住了角色名字。商業價值 LV 大使意味着什麼？如果說大眾認知是感性判斷，商業數據就是理性打分。周也的商業版圖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，品牌段位高，但代言數量少。合作品牌包括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、蘭蔻 Lancome、資生堂 Shiseido、塔斯奇 Kawasaki。LV、蘭蔻、資生堂這個組合放在任何一個95花的代言列表裡都是頂配的段位。但你翻一下它的代言數量，會發現和白鹿、關曉彤這些人比起來，數量上有明顯差距。這個現象背後的邏輯和張婧儀很像。2023微博之夜年度突破演員，亞太 U30傑出青年領袖，行業認可度相當高，但粉絲基數相對有限，死忠粉消費力不是最強的。品牌方願意和他合作，是因為他的氣質和品牌形象高度契合，清冷、文藝、有質感，放在 LV 這種需要撐起調性的大牌裡非常合適。但氣質契合不等於带貨轉化強，品牌方選他更多是在押注他的長期價值，而不是看重他當下的粉絲購買力。這種合作模式穩定但緩慢。你好1983如果能幫他真正擴大粉絲基數，商業版圖會有明顯提速。作品實力
這是周也最不需要擔心的部分。她的演技在業內幾乎沒有爭議，憑未來入圍金雞獎最佳女配角，憑1921再次入圍金雞獎最佳女配角，憑中國醫生入圍百花獎最佳女配角，3次金雞百花級別的提名，說明行業對她的演技認可是持續性的，不是一次偶然。2025年的《錦月如歌》，她飾演天生將星的女將軍何燕，古裝愛情劇在湖南衛視、騰讯視頻、芒果 TV 同步播出。這是她第一次在古裝賽道嘗試飒的路線，和之前的溫婉文藝形象形成明顯反差。你好1983裡的夏小蘭又是另一種類型，年代劇、勵志奮鬥、穿越重生，完全不同於她之前任何一部作品的氣質。截至3月底，該劇雲和最高市占率 7.9%， 貓眼全網有效播放量 4.68 億。數據不算頂級爆款，但對於一部年代劇來說，這個成績是穩健的。他手頭還有《憶歐春》、《紅舞鞋》等待播作品，賽道從古裝言情到軍旅題材，類型跨度很大。這種主動求變的選擇，說明他不滿足於待在舒適區，一直在往外走。演技這一關，他早就過了。現在缺的不是實力，是那個能讓所有路人都記住的代表角色。說了这麼多，周也在這個系列裡應該放在哪個位置？他和張靜怡的處境非常相似，但又有一個本質的區別。張靜怡的起點是資源頂配，是被業內一開始就看見的那種。周也的起點是以配角身份打出來的，是靠一個反派角色讓行業注意到他的那種。這兩條路，後者其實更難，因為配角的成功不會自動轉化為主角的號召力，他需要用一部一番的爆款證明自己不只是那個演未來的人，而是那個能撐起一部劇的人。你好1983是一個好的開始，但還不夠。他現在的狀態是演技有，資源有，氣質有，但爆款還在等。這和這個系列裡很多人的處境是相似的，但周也的特殊性在於他的演技起點比大多數人都高，他等的那個爆款一旦來了，會非常有說服力。總結一下今天的分析，大眾認知未來建立了極高的起點，但從配角到一番女主的轉型走了7年。你好1983是第一個讓路人記住角色名字的一番作品。商業價值，品牌段位高 ，LV、蘭蔻、资生堂，但代言數量偏少，商業版图仍在建立期。作品實力，3次金雞百花級別提名，演技在業內幾乎沒有爭議，是這個系列裡演技底色最扎實的人之一。他的特殊性，從配角打出來的演員，起點極高，但轉型路漫長，等的那個爆款一旦來了，會非常有說服力。周也的故事和這個系列裡所有人都不一樣，他不是沒有實力，不是沒有資源，不是沒有認可，他缺的只是那個讓所有路人說出就是那部劇裡的周也的代表作。未來之後，他等了7年，下一個代表作還需要等多久？你覺得周也能等來他的爆款嗎？評論區告訴我，下期見。山水間藏一段柔腸，琴聲裡道盡了惆悵，雲深處飄來一縷香，是你回眸的方向。